美国总统川普周四签署行政令，调整今年7月针对巴西启动的制裁性关税措施。下面我们来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你好，这些行政令都涉及到哪些领域的关税？为什么会调整对巴西的关税？你好，陈悦。川普总统呢周四签署行政令，对巴西的牛肉、咖啡、可可等部分农产品取消征收40%的额外关税。此举呢被视为在两国展开谈判后呢美方政策的重要转变。根据行政令呢，豁免项目涵盖牛肉及其副产品、番茄、芒果、椰子、茶叶、香料、多项果汁和可可制品等大量农林产品，还有部分的宗教用途食品和饮品原料等。那新关税的调整呢，适用于今年10月13号以后进口报关或出仓的巴西商品。如果企业先前因为加征关税而负担额外成本呢，可依照美国海关规范呢申请退税。巴西呢是美国最大的咖啡供应国之一，约占美国咖啡供应量的1/3。近年呢，成为美国汉堡加工肉的重要来源。巴西总统卢拉呢透露，他已经和川普坦诚沟通，但谈判呢还需持续深化。另外呢，内政部周四呢表示，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已签署一项名为“释放美国离岸能源”的命令，指示呢海洋能源管理局呢采取行动，批准加州、佛罗里达州、阿拉斯加州外海的石油钻探租赁案呢。那川普总统呢正寻求透过大幅提升美国石油产量呢，降低能源成本，让美国呢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呢保持能源的主导地位。不过呢，这项行动呢遭到了民主党和环保团体的反对，因为此举呢打破了加州和佛州外海几十年来不发展近岸钻探租赁的惯例。他们还担心呢石油外泄。陈悦。那么美国政府现在传出正在制定28点计划来结束俄乌战争。那么这里想请问张亮，现在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了吗？除了停战，对双方还有哪些的利益保障？好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呢20号表示，美方大约1个月以来呢，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呢保持合作，并在起草一项和平计划，说这项计划呢对双方都有益。那乌克兰的驻联合国副大使呢哈约维申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强调呢，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只有迫使俄罗斯完全撤退。我们来看白宫怎么说的。Special Envoy Witkoff, that Marco Rubio have been working on a plan quietly for about the last month. They've been engaging with both sides, Russia and Ukraine, equally to understand what these countries would commit to in order to see a lasting and durable peace. As always, I'm not going to litigate the details of this plan as it's ongoing and it's in flux, but the president supports this plan. It's a good plan for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believe that it should be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 and we're working very hard to get it done. 克里姆林宫呢周五表示，俄罗斯尚未收到美国任何的关于乌克兰28点和平计划的正式文件，但俄罗斯呢已准备好进行谈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如果收到包含28点内容的计划呢，将与欧洲领导人讨论这一局势。欧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呢支持美国制裁俄罗斯。与此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会晤的时候呢，表达了对川普总统的感谢。另外呢，今天下午3点，川普总统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纽约当选市长马姆达尼。两人的会谈能否达到缓和关系、相互沟通的效果呢？不仅关系到纽约市未来的政策走向，也影响到明年中期选举时两党的竞选策略，因此呢备受关注。陈悦。好的，谢谢张亮。周五下午，川普总统将在白宫会见新当选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一位保守派总统和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两人的会面可能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引发各界关注。本台记者卡里·邓斯特采访了迈阿密共和党委员会成员王安琪，来看他的分析。Former New Yorker, I love that.
作为一名前纽约人，我很高兴这件事真的发生。我认为马姆达尼正在借鉴丹尼尔·卢里的做法。卢里是旧金山的新任市长，他也曾联络川普政府。我相信他还与川普总统通过电话谈论旧金山的情况。在川普总统准备让ICE进入那座城市时，两人进行了一场绅士会谈。我认为马姆达尼现在的做法是同样的事。他明白联邦必须持续向纽约拨款，他才能真正组成一个有效运作的市府，妥善管理纽约市长办公室，所以他希望与川普总统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他也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给川普总统应有的尊重。我们已经一次次看到这种情况了。那么，马姆达尼能否得到像沙特阿拉伯王储那样的礼遇？大概率不会。但两人是否会一起喝茶，讨论像纽约市的可负担性住房、联邦计划等议题，很可能会。They're both very good at communicating. 他们两人都非常擅长沟通，也擅长透过表面直击重点。你认为他们在重塑自己的政治选民方面有哪些共同点？ Their, political constituencies. It's pretty incredible, and I'll 这真的很不可思议。今天下午3点在白宫举行的这场会面，我最期待的是，一边是民主党的明日之星，他几乎就是民主党的新门面，而另一边是掌控共和党的人川普总统。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两大阵营的分裂。重点是，表面上其中一个以纽约市长的身份前来，但实际上这两个人掌握着美国2大政党，讯息传递在这里至关重要，因为这才是关键所在。这就是赢得选举的方式，一切都取决于信息传递。当然，当选后能够实际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但在选前如何传达讯息至关重要。这两个人的方式完全不同。马姆达尼基本上是在兜售希望和兴奋感，为民主党带来一股新鲜空气，而川普则像一个老板一样进行统治，那就是他的风格，他的绰号就是大亨。所以看见这样的对比非常关键。我很好奇他们能否真的融洽相处，私下里他们最终还是能相处的。他们确实有共同之处，也会透过领导力和其他机制找到合作的方式。是的，你提到的观点非常棒，必须尊重高明的对手。他们两人作为政治素人，完全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我们会密切关注这次会面，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在你准备中期选举参选的时候，持续与你讨论这个话题。王安琪，谢谢你。非常感谢。美国正在起草一项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计划，而波兰和俄罗斯的关系急剧恶化。在铁路破坏事件引发高度紧张后，波兰驻俄大使在圣彼得堡遭到袭击。波兰驻俄罗斯大使克拉耶夫斯基16日遭到一群约10名激进分子袭击，他们当时带有反波兰、反乌克兰的标语。克拉耶夫斯基表示，这类事件在他外出莫斯科以外地区会见波兰侨民或参观纪念地时经常发生。同时，波兰的华沙卢宾铁路线发生爆炸。这条铁路线是连接波兰首都华沙与乌克兰边境。波兰当局已经确认2名嫌疑犯。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表示，俄罗斯与这起袭击有关。Ustalone osoby to obywatele, 2 obywateli Ukrainy działających i współpracujących od dłuższego czasu z rosyjskimi służbami. 波兰副总理及外长西科尔斯基宣布撤销俄罗斯驻格但斯克领事馆运作许可，指控俄罗斯情报机构策划波兰铁路系统的破坏事件。Tym razem był to akt nie tylko dywersji jak poprzednio, lecz akt terroru państwowego, gdyż jasną intencją było spowodowanie ofiar w ludziach.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针对铁路破坏事件表示，欧盟需要加强对相关基础设施的保护。I start with the Monday's attack on Polish railway track, which highlights the unprecedented risk to Europea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Russia's attack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brazen.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波关系已彻底恶化，还说波兰的指控毫无根据。新唐人亚太电视陈辉模、陈灵芝综合报道。
乌克兰防卫力量报告，近日在境内摧毁了一套俄军使用的中共制造的63式多管火箭炮。周五，有记者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为什么中共制造的武器会出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中共发言人辩解说，从未向任何冲突方提供过致命武器。网络通讯显示，中共军队曾大量装备63式130毫米自走火箭炮，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斯兰国也搭配土制的单管发射器使用。中国北大毕业生张志栋，绰号王哥，被称为芬太尼毒王。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周三提审张志栋，他在纽约和乔治亚州被指控国际毒品和洗钱，将面临最高终身监禁。他向美国等国家走私几千公斤的毒品和洗钱近1亿美元。司法部公告说，38岁的中国公民张志栋是重点关注组织目标，是全球最重要、威胁最大级别的毒枭。他被控犯下国际可卡因分销共谋罪、国际可卡因分销罪、可卡因进口共谋罪、可卡因和冰毒持有及分销共谋罪以及多项洗钱罪。张志栋从北大毕业后，在墨西哥中企做翻译，之后开设铁矿贸易公司，结识墨西哥毒贩，和毒枭女儿结婚，成为墨西哥公民。他在美国、墨西哥开设多达100多家空壳公司和170个银行账户，雇佣当地人、华人、留学生在美国各地取钱，存入账户汇到境外，洗钱总金额接近1亿美元。司法部表示，2016年以来，张志栋走私的可卡因、冰毒和芬太尼等毒品累计几千公斤。今年7月被捕，逃脱后10月又被古巴政府逮捕，送回墨西哥，之后引渡到美国。这起案件是川普政府夺回美国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表示，被告被押返美国是瓦解这个助长毒瘾、暴力、死亡网络的重要一步。司法部将继续打击世界上最危险的毒贩，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将被绳之以法。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美国司法部今天指出，2名中国人和2名美国人被逮捕，4人涉嫌非法将具备 AI 应用的大约400颗英伟达先进芯片，经由马来西亚和泰国走私出口到中国。美国司法部表示，这4人获得中共提供的400万美元的资助，违反了出口管制改革法，并涉及洗钱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徒刑。美国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2党共同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显得尤为迫切。法案要求芯片必须配备追踪定位功能，防止美国芯片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特斯拉近日宣布将逐步退出中国市场。另外，在美国制造的特斯拉汽车也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这将会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什么影响？本台记者采访了投资管理公司 MCQ Markets 首席执行官霍普金斯，来听他的见解。科特·霍普金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邀请。特斯拉已宣布将在其美国制造的汽车中逐步淘汰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这一变革需要多久时间？特斯拉说，这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但我怀疑要完全做到100%排除中国零部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2年内应该会有很大进展。汽车业远离中国制零部件，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当前的汽车行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电动车领域，中国制造商其实已大幅领先于北美和欧洲的制造商。很明显，我们需要迎头赶上。同时，美国要想在汽车制造领域后来者居上，就要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技术布局，配备所需的技术人才与科技产业。我认为这类投资，也就是在美国本土制造零部件，将供应链带回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特斯拉决定把中国零部件从美国制造的汽车中去除，会影响到和中共的特殊关系吗？可能有伤害。特斯拉很明显正在采取双轨策略，这其实很聪明。该公司在上海生产的汽车全部由中国零件构成，
除使用不同的电池技术外，几乎完全是中国制造。而特斯拉在美国的生产线可能在欧洲也一样，剔除了所有中国元素。我认为这是个相当务实的解决方案。谈到这一点，您也看到了，甚至欧盟都在投诉或谴责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向欧洲市场倾销产品，特别是汽车。欧盟认为当地根本不需要这些汽车，但市场上却充斥着这些汽车。在美国也看到类似的情况。您认为制造商下一步会为特定国家制造特定版本的汽车吗？还是说全球化模式仍会继续？显然，全球化目前仍是主流，但也可能转向更加本地化生产。但我确信，中共对汽车业有其特殊的谋划，也就是大规模补贴这一产业，以低价格倾销来抢占市场份额，打垮竞争对手，然后取得更大的钱包份额。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许多产业中都看到了这样的谋划，包括电信、科技产业等。我认为西方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中共这些伎俩，很清楚其中的国安风险，也认识到这其实是一场真实的经济竞争战。所以对美国和欧洲来说，让关键产业中的企业意识到中共的威胁很重要。科特·霍普金斯，感谢您的分享。我很荣幸。日前，一项跟踪政府移民数据的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在过去2年中，庇护难民的申请通过率直线下降，到今年8月份，通过率不到20%。11月18号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移民法庭庇护案件获批率从2023年8月的50%降至今年8月的19%，但由于总体庇护案件数量的增多，每月获批人数相差并不大。截止2025年8月，美国有超过343万起移民案件尚未处理，其中超过227万个庇护申请尚未处理。而在2024年，待处理的庇护案件大约是160万。纽约移民律师表示，获批率下降是美国收紧国土安全政策的体现。司法部长任命的很多他们认为理念上比较一致的律师去做法官，要考虑就是说司法部长的政治意愿。报告还显示，移民法官对案件批准与否的决定存在巨大差异。不过，2024财年，中国移民的庇护批准率仍然较高，达76.6%，有3159个申请得到批准，仅次于俄罗斯。你会看到有的法官批准率10%，有的法官批准率85%。那么也就是说，法官主观上对这个政策的理解，对事实的认定，包括他对法律的这个分析运用，都有很大的主观性。朱伟律师表示，如果移民申请没有得到法庭批准，可在30天内上诉，否则面临递解。其他人电视台记者于良，实习记者应翔，纽约采访报道。中美洲国家巴拿马传出有10位议员原定于本周将访问台湾，但遭到中共大使馆要求立即取消访台行程，理由是所谓违反一中原则。巴拿马外交部19号发声明表示，巴拿马作为主权国家，不接受任何限制，也不接受企图影响辖下合法决策的压力。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瑞拉回应说，中共使馆不应该介入这类事务。而中华民国外交部也谴责中共的蛮横无理，呼吁各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与台湾互相往来。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持续施压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除了在加勒比海增加军事部署之外，美国中情局也在委内瑞拉境内展开行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不排除向委国派遣地面部队。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新国度。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对美国和整个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不能再让它继续恐怖统治。America is going to secure our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at the center of that is dismantling narco-terrorism, drug trafficking, and criminal cartels. Venezuela is run by a narco-terrorist ring,
The cartel del Sols is the cartel that runs Venezuela. They are shipping massive amounts of deadly narcotic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rump has instructed the 川普总统已指示美军准备在委内瑞拉境内发动打击的各种可能，也要求中情局规划在该国境内的秘密行动。No, I don't rule out that. I don't rule out anything. We just have to take care of Venezuela. They dumped. I'm not in love with the people running Venezuela. I love Venezuela. I love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It is not clear what the CIA operations would 目前尚不清楚中情局的行动细节，但川普总统希望掌握所有选项。近期，美军在该地区不断增加实力，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白宫也发出明确讯号，对马杜罗政权施压。据报，马杜罗已经向白宫提出，愿意在2年过渡期后下台。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本周公布了一份自由宣言，概述他对后马杜罗时代委内瑞拉的愿景。Envision a new Venezuela perched on top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s the premier global energy hub, a symbol of independence and innovation, a new era of ingenuity in an open marketplace of ideas. Venezuelan opposition leader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目前藏身在委内瑞拉，他预计12月10号前往挪威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5位拉丁美洲总统将陪同前往，展现该地区对委内瑞拉民主转型的支持。其他人电视台记者路易斯·马丁内斯，美国华府报道。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从11月24号起，将委内瑞拉的太阳军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个事件有怎样的意义？中共又在拉丁美洲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本台记者采访了来自独立女性论坛美国安全与保障中心的访问学者泰勒·哈索恩，来看他的看法。泰勒，欢迎您，谢谢邀请。这是个重大消息，美国将在11月24号把太阳军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此事件有怎样的意义？马杜罗通过这个贩毒集团给美国带来怎样的威胁？政府这一决定极其重要，因为这些贩毒集团正在对美国民众造成巨大的伤害。仅在美国境内，每年就有超过10万人死于毒品。所以这个消息不应让人感到惊讶，这是川普总统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清楚地反映了马杜罗政权对拉丁美洲的危害以及对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把这个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之后，下一步还要做什么，来进一步打击毒品贩运？这其实不仅是委内瑞拉的问题，也关系到墨西哥。大多数芬太尼是经由墨西哥流入的，而委内瑞拉是该运输链的极大推动力。我们应以更大的视野来看待这件事，也必须提到中共。中共在向美国输入前体化学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委内瑞拉、拉丁美洲都扮演什么角色？中共为了削弱美国，在战略上做了什么 ？FBI 局长帕特尔回到美国，他对与中共官员的会面感到乐观，认为中共将限制芬太尼非法出口。你对此也同样有信心吗？我没有信心。我认为中共及其军队为了跟美国建立更强的关系，会说任何需要说的话。但中共从未减少过对美国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攻击，因此我不认为人们应该相信中共说的话。FBI 自己的报告指出，在针对美国的情报与网络相关犯罪中，来自中共及其军队的比重增加了1300%或13倍。数据不会说谎。这个观察点很好。提到中共，我们能否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视为削弱中共战略的一部分？而中共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影响力对美国构成了怎样的威胁？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中共很清楚这一点，就对该国领导人说：“如果你无法维系政权，我们可以介入支持你，我们会悄悄做，但同时要扩大我们的布局。”
中共不只关注能源，也在推进太空计划。在越靠近赤道的地方，太空发射就越有优势。很明显，中共正在大幅提升其太空能力，因此它要与更多靠近赤道的拉美国家接触，建立发射基地。我相信这也是中共在非洲拓展势力的主因之一。它在推动多层面战略。中共正在全方位地推进其所做的一切。看看它在非洲推动的一带一路，在格陵兰要做的事，以及在加拿大的布局。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中共从没减少渗透和影响。美国真的需要醒过来了，明白中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美国不能这样定义中共，还一味地安抚它，最终将输掉这场战争。泰勒·哈索恩，感谢您的分享，谢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四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共对信仰的迫害。多位证人发言，揭露中共对不同信仰群体的迫害。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特别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群体灭绝罪，呼吁美国领导人把事件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The CCP fears the power of faith, because it is a source of values and moral authority it cannot control. 为了追求全球主导地位，中共试图剥夺民众自身的精神意识。今天在听证会上，证人们指出，这将如何触及美国的核心价值，威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Their intimidation and surveillance of individuals in the U.S. is a direct assault on U.S. rule of law. America being able to defend its value abroad also shows America's strength, and if it's not able to defend something that is so critical and so core to American values, then they see that as weakness. 对信仰的打压自中共成立以来就存在，严重程度也与日俱增。2022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加大力度，想要消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特别把目标放在了美国。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ears Falun Gong more than anybody. Much more fearful of that, as I said, than of our aircraft carriers or nuclear weapons. They fear their own people. Well, why? Well,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losing control. They're not acting like a confident country. I think we should do the following: recognize a genocide against the Falun Gong being don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have sought to wipe them out.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指出，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近200起暴力威胁，他们还试图影响美国反对法轮大法。中共的威胁不只局限在华人社群，甚至试图通过中共代理人操控美国法律系统，针对美国艺术团体神韵艺术团进行打压。这个艺术团由法轮大法修炼者创立，旨在揭露中共迫害民众、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美国国会行政中共委员会成员们表示，如果美国不严肃对待这些威胁，将付出代价。95% of Americans would find that offensive. Wait, you got communist Chinese intimidating American citizens over Xi Jinping wanting to shut down religion? Here, every human being has in his heart or her heart a sense of freedom, human dignity. If they want to practice religion, you hear about how many Christians are in China? I didn't know it was that big of a number.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se dictators fear. And they oppress it, and they oppress it aggressively with billions of dollars that they spent in the most high-tech surveillance systems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So if they're so scared of religion, we should be backing it. We will change China, or China will change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level and scale of battle we're at now. 布朗巴克大使呼吁美国领导人把此事视为国家安全议题，使用经济制裁等工具捍卫精神自由。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梅琳娜·怀斯卡普，美国华府报道。神韵艺术团即将开启2026年全球巡回演出。美国国务院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参观神韵总部，他盛赞演出展现中国文化之美，谴责中共对神韵的跨国镇压。为什么中共这么惧怕神韵？为什么中共针对中共的跨国镇压，美国又该如何还击呢？来看本台特约记者、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主持人杨杰凯对布朗巴克的专访。
您最近参观了神韵艺术团总部，那也是舞蹈演员培训场地和学院所在地。我一直很关注这个团体，我们在长期赞助神韵，但他们却遭到了跨国镇压，手段让人震惊。您能谈谈为什么中共这么针对神韵吗？中共的镇压完全没有道理，这是一场展现美的演出。我之前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看过，是一场展现中国文化之美的演出，但中共却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它展现的是中共统治前的中国文化，让人看到共产主义其实是几千年中国文明的外来掠夺者。在很多方面，这触及了治理中国的哲学根基，是该用延续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还是由一群信奉共产主义但和中国文明完全无关的独裁者治理。正如我先前说的，共产主义起源于欧洲。还有一点让我震惊，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搞明白，中国人天性是很有灵性的，而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神韵提醒人们，中国人本来就有深厚的灵性，这对中共无疑是一种威胁，因为它要求人民只忠于政权本身。神韵代表的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这正是神韵的支持者希望带回中国的。他们只是想复兴被中共压制、践踏、破坏的美丽文化，把毒癌清除出去。这就是神韵传达的中国文化的价值与美丽，却遭到了跨国镇压。现在中共正在想方设法，我们怎么派无人机到训练场地？我们要如何起诉神韵？我们要怎么利用西方法律，给这个展现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团体制造麻烦？一边是充满文化之美的艺术展现，对比的另一边是压迫的中共政权，而这个政权却利用西方的制度和开放，对神韵进行压制。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离美国这么远，怎么会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呢？请说说。这确实关系到国家安全。我们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民。我和我太太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儿，她是个很好的人。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问题不出在中国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组织了一群独裁者对抗美国。我们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中一个关键做法就是支持中国人民的宗教自由，支持藏传佛教徒，支持维吾尔族穆斯林，支持被监禁的基督徒，要求释放他们，支持法轮功学员及其修炼权利，还要在白宫、国会和美国的所有公共场合公开表达支持，这会让中共抓狂。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